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美和科技大学食品营养系周清富老师。今天要进行的课程是我们食品快筛，主题是餐具中的淀粉残留的测定。那首先我们来看到往后的一个投影片哈，在这里的话你会看到就是我们讲的食品作业场所或是食物的烹调场所，在这边的话会遗留很多的一个食品的器具，而这些器具呢都盛装过我们的一个食物。那盛装过食物的话呢，我们就必须要清洗，在使用完之后要清洗。那甚至在使用之前，我们也必须要清洗，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餐具要清洗的干净，或是我们的食品器具要清洗干净。那我们来看到这里，那在这边呢，在我们清洗的一个制备场所里面呢，你会看到很多一个零零散散的一个餐具，接触过各种的一个食物之后，它可能会残存到淀粉，因为我们的一个主食可能是淀粉质的食品，例如说面包、米饭或是面条。好，那残存之后呢，我们必须要把它洗干净。而各位有没有想过说，我们的餐具是不是真的有确实的洗干净呢？好，会不会有残留到淀粉？因为残留到淀粉代表说它就是有一个没有洗干净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再接下来往下看，那你该怎么样去检验说淀粉质有没有残留？好，餐具有没有洗干净？我们知道淀粉遇到电，好，它会呈现蓝色的一个情况。所以呢，这边告诉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个快速的筛检的试剂的一个配置。首先呢，你要有所谓的碘化钾 Ki， 那以及碘，好，这两者混合之后呢，加水定量到100，中间用的是我们的一个蒸馏水，定量到100，之后取1毫升，再加入蒸馏水，定量到1000，这个时候就是我们食品快筛针对淀粉残留所使用的一个试剂的配置方式。那这个试剂呢，我们就可以滴落到餐具的表面，看看餐具呢会不会呈现出所谓的紫色或者蓝紫色的一个橙色的一个情况。如果有，就代表说有淀粉的存在。现在我们来到一个食品器具的一个洗涤的场所。好，那在这边的话，我们会告诉大家不同的器具呢，的一个淀粉淀粉的一个残留的一个测试。首先看到的是一个碘的一个试剂，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所讲过的一个配置方法所调配出来的一个试剂。那现在呢，我们将这个试剂呢，吸取适量的一个量呢，到我们的餐具表面上，给它滴上去。滴上去之后呢，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把它给摇晃均匀。那这个试剂可以均匀的散布在广泛的一个食品的一个表面，越广泛越好，因为你这样子可以侦测的一个范围就越广。好，那这时候呢，我们给它摇晃均匀之后，给它放置放置的时候，让淀粉跟碘去做反应，你就会发现说，它这时候会呈现出一个蓝紫色的一个地方呢，这个时候代表说它这个地方就是有淀粉残留，餐具没有洗干净的一个情形。好，这边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有没有？有呈现蓝紫色的一个情形，这个就代表这个餐具没有洗涤干净。好，接下来呢，换到的是另外一种餐具，就是盘子。盘子呢，它可能会装填说我们不同的一个食物。那经过清洗之后呢，我们回来看看说它是不是有洗涤干净。那一样将试剂给滴在餐具的一个表面。那还是要记得，下一步是要做什么呢？就是给它摇晃，让试剂可以均匀的散布在广泛的一个食品的表面。那这时候呢，再让它放置，让它反应。好，这时候呢，我们给它摇晃均匀。尽量让我们的餐具表面可以接触到试剂。好，摇晃均匀完之后呢，我们就要给它放置在桌面上，让它反应。那淀粉就会跟我们的碘作用，产生蓝紫色的一个现象。好，大家有没有看到呢？我们餐具呢，已经有呈现这样子的一个现象，这代表说它就是没有洗涤干净的一个情形。好，我们换下一组餐具来试看看，这个都在厨房里面我们很常看到的一个食品所盛装的一个餐具。好，我们将试剂给滴在这上面。好，滴完之后呢，要让它均匀的散布在整个餐具的表面。好，放置一段时间。好，大家有没有看到呢？有部分的地方呈现了蓝紫色的现象，这个地方代表它没有洗涤干净，是淀粉的一个残留。
非常的明显，有淀粉残留的一个现象。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这边的一个投影片，这边呢是有一个碗的一个餐具，两个碗。那其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其中一部分，我们把它圈起来的地方，大家有没有看到，在试剂的边缘有一个蓝紫色的一个橙色的现象？这个橙色的现象呢，代表说它是没有洗涤干净，里面还残留了淀粉，还残留淀粉。而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它是在我们的一个卫生条件的一个要求是非常重要的。食品餐具如果没有洗干净，那有可能会造成其他的一个卫生的一个问题发生。所以在我们食品工厂或是食品从业人员，他的餐具清洗上面呢，淀粉的一个残留将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当然，它的一个药剂的配置也相当的简单，所以呢，在食品公司或是餐饮业，可以学完这一套简单的一个快筛之后呢，就可以做自己一个食品公司或是餐饮业里面的一个器具。食品用的器具或是餐具的清洁度的一个检测的一个方式。那以上的说明大概到这边，谢谢大家。